战斗，战斗，战斗，似乎战斗成为了奥特曼的归宿。然而英雄也有温情的那一面，而最动人的篇章往往藏在父亲这个沉默的称谓里。父亲节之际，让我们细数一下奥特系列中那些经典的父子关系。一、奥特之父与泰罗。奥父与泰罗的父子关系是奥特系列中最具代表性的血缘纽带之一。奥父身为光之国宇宙警备队的大队长，泰罗自幼便被给予了厚望，身负着保卫宇宙和平的使命。在奥特物语中，奥父既是一位严父，也是一位导师，对泰罗进行着严苛的训练，不仅帮其克服了年轻时的浮躁，也助泰罗习得所有哥哥的绝技，并且通过奥特之角传输能量，使泰罗成为了超级奥特战士。对于泰罗的栽培，奥父可谓倾尽了所有心血，而泰罗也不负众望，不仅成功消灭了当时的宇宙大 BOSS 宙达，而且逐步成长为光之国宇宙警备队的首席教官。这是使命的传承，更是父亲对于儿子最大的期望。二、泰罗与泰迦。在奥父的栽培下，泰罗成为了光之国的中流砥柱，但同时泰罗也有了自己的儿子泰迦，而泰迦也遗传了父亲和祖父的标志性特点，拥有一对奥特之角。深受奥父的教诲，泰罗也对泰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。为了锻炼泰迦，泰迦早早地被派往地球历练。在泰迦剧场版中，面对大 BOSS 格里姆德的强大实力，泰罗临危救场援助泰迦，甚至在最终决战中独自抵挡住，融合了托雷基亚的格里姆德，为泰迦和新生代的融合拖延了时间。最终新生代合体究极奥令加登场，才将格里姆德击败。这也是这对父子的使命传承。三、赛文与赛罗。众所周知，赛文是远古的亲儿子，衍生作品更是层出不穷，甚至还给他设定了一个兼具人气与实力的儿子赛罗。但是赛罗直至5000多岁也并不知道赛文是他的亲生父亲，可能是因为赛文作为宇宙警备队高层的缘故，赛文并未与其相认，但他十分关心自己的儿子。当赛罗因觊觎更强的力量，想要触碰火花塔之时，赛文及时出现制止了他。如果不是赛文的这层身份，可能赛罗会像贝利亚一样被逐出光之国。为了锻炼赛罗的心智，赛文将赛罗托付给 K76 行星的雷欧兄弟，因为赛罗的战斗天赋也是万里挑一，在雷欧兄弟的历练下，成就了09年赛罗的出道及巅峰。在超银河传说最终决战中，赛文耗尽能量将头标送往 K76 行星，奥特之王也将身世告知了赛罗。随后赛罗神兵天降，在贝利亚问其姓名时，赛罗也十分骄傲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份。赛罗奥特曼，我是赛文的儿子。紧接着更是几乎以一己之力战败贝利亚。在结尾处，赛文一句不愧是我的儿子，终于与赛罗相认，父子俩相拥的画面成为了经典。在后续作品中，父子俩也有过不少并肩作战的画面，虽然并没有将父爱流于表面，但这份沉默之爱也造就了赛罗独一无二的英雄之路。4. 贝利亚与杰德。这对父子既特殊又令人惋惜，因为杰德是由福井出 K 利用贝利亚的遗传因子而制造的奥特战士，严格意义上杰德算是贝利亚的仿制品，但杰德将贝利亚一直视为自己的父亲，可贝利亚却从未将其视为真正的儿子，并且在杰德 TV 中成为了最终 BOSS， 进化成了极恶贝利亚。此时的杰德为守护地球而战，在赛罗以及奥特之父纷纷倒下后，杰德孤身向前，并且在终极决战中理解了贝利亚所做的一切，但为了宇宙的和平，最终将贝利亚彻底消灭。这对父子的本质是基因科技对于伦理的冲击，以及原本悲剧宿命的杰德的自我抗争。虽然诞生于黑暗，但最终走向了光明。这也是对父亲贝利亚阴影最彻底的诀别。5. 艾斯与泽塔。艾斯与泽塔并没有血缘关系，因为泽塔是艾斯从战争中救下的孤儿，而艾斯也是当初奥特之父从战争中收养的。两者同样的命运让艾斯对于泽塔呵护有加，两者虽不是父子，但胜似父子。而且泽塔也是由艾斯取名而来，这代表着最后的勇士寄托着宇宙永久和平的终极期望。并且在泽塔第20话中，艾斯现场教导泽塔如何成为像他一样的肉联厂主任。最后时刻夕阳下的背影成为了两代英雄的光辉传承。